来到我美脸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Hello，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来聊一下什么是 I-94。I-94 实际上是我们每一次入境美国的时候啊，边境 CBP 会给我们发的一张小白卡。那这张小白卡呢，以前呢是一张实物钉在我们的护照上的，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全面的电子化，我们现在也只能在这个 CBP 的官网上找到我们这个 I-94 的一个信息。I-94 呢，就是说它会记录着你从哪个关口入境美国，什么时候入境美国，以及你本次入境美国可以停留的时间。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关注 I-94 呢？因为我们要保证自己在美国的停留的时间都是合法的。一旦我们在美国停留的时间呢，超过了 I-94 上给的时间，那我们在美国的时间呢，就算是一个非法的滞留了。我们一定要注意，在有一些情况下，这个 I-94 上给的时间呢，会确实是会短于它应该给你的时间。有几种可能性，比如说，如果你是 B1、B2 入境，那你的 I-94 呢最长有6个月。在某些情况下呢，这个边境官员会酌情给你3个月到4个月。好比说呢，你比如说在这个前面的几年的时间内，你每年往返于美国都非常频繁，而且在美国停留的时间都特别长。那我们知道那个 B2 签证呢，它是一种非移民类签证，对吧？如果这个边境官员根据你之前的这个旅游的记录他觉得你在美国这个待的时间太长了，不太正常，那有可能在这次入境的时候，他只给你2个月，只给你3个月的时间，这都是非常正常的。那我们大部分留学生呢，可能会关注这个 H1B 的 I-94 会怎么给。实际上 H1B 的 I-94 会根据 H1B I-797 上这个结束的日期给。所以说如果你发现你的 I-94 和你797上的时间不一致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了。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是有2种原因。第一种情况就是 CBP 它的这个录入错误。如果是纯录入错误的话呢，你就要尽快给这个 CBP 打电话也好，发邮件也好，尽快的把这个错误改正过来，对吧？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也是最近有很多人咨询的一种情况，其实是因为这个护照的过期而导致 I-94 的提前。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用 H1B 入境美国的时候你必须要保证你的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如果你的护照有效期呢，它不足6个月，那你这个时候入境，你 I-94 的有效期会是你护照的截止日期。比如说你 H1B 上你的 I-797 的时间呢是到2022年的12月份但是呢你的护照呢在2021年的12月份就要过期了。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入境，你的 I-94 呢就只能给到2021年的12月份。那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首先呢，如果你能及时的发现这个 I-94 快要到期了，那你就及时的在境内，在美国境内把你的护照进行一个延长了之后呢，去做这个 H1B 的一个 extension。在比如说在你的这个 H1B 如果 Visa 还有效的前提下呢，你也可以到这个美墨边境，对吧？出去玩一圈，然后再进来，这样的话你的 I-94 呢会自动更新的。还有一种不太 lucky 的情况呢，就是说你到了过期，你才发现你自己的I-94 过期了，这样怎么办？那最近呢有一些同学呢，他不是说去美墨边境出境他就是去美墨边境的一些这个边境办公室很成功的把这个 I-94 延长了当然也是在这个护照已经更新的前提下。那这里的话呢，我就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 I-94， 因为如果说你非常不巧，你发现你 I-94 过期的时候呢，已经超过了180天，那你下次入境有可能会触发3年不得入境这样的一个规定。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谢谢。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